感谢您愿意将庄园借给我使用，并允许我进行简单的改装。莫先生客气了，不过是加装一些数字设备和一架钢琴而已，左右也不是什么大事。这座庄园闭世已久，如今若是能在你手上发挥一次作用，也算没有浪费我这么多年的努力。您客气了。能不能发挥作用，仅就目前来说，还是个未知数。能让你如此慎重对待并做出谋划的人，想来一定是个善良又聪慧的女孩子。你在这里前前后后忙活了这么多天，这份用心她一定感受得到。也提前祝你们幸福美满，永远快乐。多谢您的祝福。不过莫先生，可能有些冒昧，有个比较私人的问题，从第一次见面我就想问了，不知道你是否方便？请说。你是紫金介绍来的，你和他又都姓莫，那你们……我和莫子金女士有一些远房的亲戚关系。这次因为听说贵庄园并不对外开放，我才特意拜托和您熟识的她在其中牵线搭桥。原来如此。我之后还有些事情要办，今天就先告辞了。啊，莫先生忙自己的就好，有任何需要可以随时联系我。喂，是我。有什么事吗？我已经见过那位植物学家了，这次谢谢你帮忙。莫一，你打电话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客套的话吗？只是觉得有必要向你说一声谢谢而已。然后呢？你还想说什么？你见过奥吉尔吗？无爱永存，是你让他交给他的吗？交给他？谁？莫非是你在追求的那个女孩子？是。我是见过奥吉尔，但那枚胸针，我只是让他随便处理掉，大概是他自作主张把它给了那个孩子吧。你也不用多怀疑，我没什么兴致插手你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你打电话来，想拜托我什么事？你怎么知道我有事要拜托你？虽然我们的关系并不亲近，但我好歹是你的母亲。而且这几年我们之间的联系，不都是如此吗？我打电话给你，只是提前打声招呼。我知道，在这个国家的文化里，爱情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，获得父母的认可与祝福是一件非常必要和美好的事。虽然我并不在乎这些，但我不希望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有任何的遗憾。所以，如有必要，我会带他去见你。到时希望你不要说多余的话。父母的祝福，看起来你这次是认真的了。
我一直都很认真。那他知道你的认真吗？这些话，你告诉过他吗？甚至再进一步，你所有的想法与计划，他都清楚吗？他不知道，但他很快就会知道了。我的所思所想，我会全部让他知晓。所以，这就是你不惜大动干戈，甚至找我帮忙的原因。因为你知道，鲜花的绽放象征着生命的觉醒与爆发。我的那位朋友耗费了大量心力，就是希望那座庄园能够成为饱含希望与美好之地。你看中了这一点，所以把它选为了自己展露新生的舞台，对吗？知道了。不过我的条件还是和从前一样。你放心，任何无关的人都不会知道你我之间的真实关系。你明白就好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我还有事。木易，什么事？你手上的伤还好吗？已经没事了。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小心奥吉尔。您是在担心我吗，母亲？随便你怎么理解，但奥吉尔他……我知道，他是为什么目的而来，又是为了什么而在行动，我非常清楚。但有一点，我想你们都搞错了。我没有那么弱，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在乎。我的人生由我自己来做主，无论是谁，都不要妄想干涉我。人如锁，锁如人。像之前说过的一样，他们再没有分开过了。这里应该是除我的书房之外，第二个对我们来说有着重要回忆的地方。现在想想，虽然我总是在用各种方法试探你的心，但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坦诚地告诉过你，在那些暧昧的时刻里，我真实的想法是什么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做任何隐瞒了。舞台已经选择好了，接下来，我会将这些重要的地方都收集起来，然后把我心中的一切展现在你面前。希望你会喜欢这样的安排。这里对我们来说，是第三个重要的回忆之地。在那样的时间，看到了歌剧《魅影》这出戏，或许也是一种幸运吧。但和他们不同，我们的故事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的。莫先生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了。东西已经按你的要求做好了。按照之前协商好的，最后一步的香气还没有做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？
没问题，你的手艺果然没令人失望。过奖了，没有你的设计，我的手艺再好也是白费。不过能想到用掐丝珐琅，莫先生，冒昧的问一句，这件东西的另一个主人，对你来说很重要吧？哦，何以见得？掐丝珐琅所使用的工艺，本就是从国外流入后，经本国匠人融合改造而成。在以前，它多出于皇家，是身份地位以及荣耀的象征。你特意挑选了它，想必那个人在你心里也拥有着无与伦比的意义。艺术家总是格外的敏锐。客气了，毕竟感受设计者的情绪，也是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不过莫先生，可能有些冒犯，你为什么不考虑将这件东西做得再大一点？现在的大小虽然也很不错，但从体现掐丝珐琅之美的角度考虑，还是有些小了。不，现在刚刚好。事物，或者说一件艺术品的美丽，并不需要靠体积的大小来衡量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但你为什么要选择最后来镶嵌这2朵花苞呢？如果说绽放的花朵象征着觉醒与爆发，那你认为花苞代表着什么？那花苞就是孕育这一切的起源，是纯净和美好。没错，由我来完成它们。这不仅是必要的仪式，它也正代表着我的心意，如这些花苞一般干净、纯粹。原来如此，倒是很有趣的理解。哦，对了，因为造型的原因，这2处地方的镶嵌步骤有一些地方需要注意。不如你先在我这里练习一下，之后再对实物进行操作吧。那叫叨扰了。离计划的成功，只差着最后一步了。这个时候，更应该乘胜追击，不是吗？一切与我所预想的没有太大的差别。这样，所有必要的准备就已经全部完成了。最后，只剩下你的一个回答了。真奇怪，我竟然开始感到紧张和不安了。但我却并不讨厌这些情绪，不如说，这种变化对我更加有价值。距离我们约好的日子还有3天，我已经等了太久了。3天后，我会给你一个最盛大的告白。进来。少爷，什么事？您今天拍摄的东西已经在百花庄园的数字设备中设置好了。我刚刚过去检查了一下，已经达到了您预想的可以还原现场的程度。您之前嘱咐的所有事务已经准备完毕。那就好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是我该做的。
奥杰尔，你没什么想和我说的吗？没有，少爷。是吗？那样最好。没错，这里名叫百花庄园，是少爷特意为今天所选择的地点。等小姐你进去之后，就会明白了。少爷吩咐说，接下来的时间，你只需要按照自己的真实心意向前走就好。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祝你们今天过得愉快。看起来，你已经意识到了。别急，现在还不是我们见面的时候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问你的那个问题吗？那个时候我告诉过你吧，你所说出的，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。世人总是容易被现实所击败，但你和他们不一样。那个时候的你，很耀眼，所以，我忍不住心动了。没错，我确实对你一见钟情了。虽然那时我并没有完全确定这件事，但现在，我想把我的这些想法，全都完完整整地告诉你。所以，你愿意继续听一听我心中的一切吗？那就继续向前走吧。
没错。那时，当你与我一样选择了围栏去时，我真的很高兴。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对你一见钟情，最初的时候，我仍有很多顾虑。这样说可能有些自负，但我一直都认为，无论面对任何事，我都能做到足够的理智。所以，在 PUA 案件的调查过程中，我一直在观察着你，也观察着我自己。但我却发现，我似乎越来越喜欢你，也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了。你的勇敢、自信、坚定，都超出了我对世人的想象。我看过太多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的例子，但你不一样。你始终如一，绝不动摇。你太耀眼了，我已经无法再欺骗自己了。我想要更加的靠近你，想要你的目光能够永远只看着我一个。但很可惜，你似乎一直都没有察觉到我的暗示。你不需要道歉，你没有做错什么。那段时间，我也并非一无所获。况且很快，你也给了我想要的答案。看起来，你已经知道我接下来想要你看到什么了。继续向前吧。看着这间屋子里的一切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也是。我想，现在有些话，已经不需要我再去诉说了。只有一点，那天，当我看到你出现在路的对面，当你像失控了一样为我哭泣的时候，那是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。那个时候，我不想再等了，我想要你心里的答案，而你，你有听到屋子里的音乐吗？你听听看，现在他又在唱些什么？那么，穿过你面前的那扇门，搭上那架电梯吧。
你终于来了。放轻松，今天看到的一切，你还满意吗？我刚刚弹奏的这首曲子，你知道吗？没错。那，你是否有兴趣和我一起将剩下的曲子弹完？没关系，相信我。那么，我就开始了。别动，我还有最后一些话想对你说。之前我告诉过你，爱让一个人盲目，也让一个人失去理智，而你就是那个让我失去理智的人。你那么美好，那么与众不同，从遇到你开始，我就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了。理智之爱，感性之爱，我似乎再也分辨不出这两者的区别了。但我却很喜欢这样，因为那个人是你，所以我的蔷薇将我变成了这样失控的样子。你能负起责任，做我的女朋友吗？我很高兴，真的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我也是，从第一次遇到你开始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对了，我有件东西想送给你。这是我亲自设计的，我想把它当做我们之间的定情信物。以后你可以一直带着它，就像我时时刻刻都在你身边一样。来这边。
这一枚领扣是我的，不过……你看它们合在一起之后的图案像是什么？没错，而我之所以做这样的设计，是因为对于我来说，和你相遇，是让我的生命如花一般绽放，并迎接美好的旅程。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我们可以一起去发现和培养更多的象征幸福的花苞。毕竟从此时此刻开始，我们已经迎来新的未来了。很适合你。我喜欢这个称呼，以后也要麻烦你了，我的女朋友。从此时此刻开始，我们已经迎来新的未来了。这里，这朵花苞是我亲手镶嵌上的。由我来做这一步，是因为我对你的心意，就像这花苞的寓意一样，纯净而美好。希望你会喜欢。